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私信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回复写了，我大学一个朋友都没有。这条私信呢，把我用了3、4年给愈合的伤疤，就突然那么给撕开了一小块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把它 PO 到了动态。短短1天内收到了600多条相关的评论。大家有同样经历过宿舍霸凌、宿舍冷暴力或者校园暴力，有经历过的弹幕上扣个嗨。大家对我的印象大多数可能是暴躁、沙雕、好玩，让我健身视频都特别的欢乐。但是应该没有人知道，在5年前，我被学校里霸凌我的一个富二代堵在厕所的隔间，然后让我脱光内衣裤，因为他怀疑我偷了他的手机。这个事件呢，看起来也跟开头提到的宿舍冷暴力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想说这类事情的解决方法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100万粉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的方法是我自个儿杀出来的这条血路，所以100%奏效，而且是你们哪儿都看不到的，只有我这儿有的经验。以下视频分为6个部分。当然，第一次见到他呢，是在我们学校的新生见面会，特别聊得来，一下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称他为 T。然后没过多久，就是我的19岁生日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他还请我吃了麦当劳。就从新生见面会一直到这儿，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都一直挺好的。我都把他当成我到美国以后最好的朋友了。然后他对我态度的转变是开学的那天，他呢跟几个其他的比较有钱的同学在那儿一起讨论什么 Chanel 啊、Prada、Hermes 啊、纪梵希啊、华伦天奴啊、宝格丽啊，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品牌。我家是中产阶级，我爸妈都是非常非常朴实的医生。我爸爸是肝胆外科的大夫，我妈妈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内科大夫。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过我爸妈背过或者穿过名牌。然后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读的是公立学校，老师同学们也都是那种非常朴实、非常单纯的人。然后我的学校里也根本就没有人带名牌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回到在美国学校的第一顿午餐。当时他们提到 Chanel， 我的脑海里对 Chanel 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妈给我买过一瓶 Chanel 的香水。然后他们提到 Chanel 什么什么什么款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一句 Chanel 不是香水吗？怎么还有包啊？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开始阴阳怪气了起来，就是你觉得你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完全可以跟我直说，咱们拜拜，对吧？然后他开始刻意的跟我拉远距离，然后跟班里另外一个特别有钱的女生就玩得特别好。那个特别有钱的女生，人家是那种人美心善啊，不管你们有没有钱，反正都没有我有钱的那种女生。只要我跟那个特别有钱的女生稍微走近一点，或者多说几句话，比如说我们一起上课，那有3座，然后他会把他的包放在其中一个座上，然后就变成了2座了，对吧？然后他就会让我去坐到别的地方。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。然后就到了那个丢手机的时间，就有一天上课，他先去了厕所，他回来以后，我去了厕所，刚进厕所隔间，我裤子还没脱呢，我听有人一路小跑进来，然后哐哐哐的开始砸我厕所门，我肯定就说 It's taken， 然后外面的人听出来我的声音就开始叫我的名字啊，原来就是 T， 他边砸门边用命令的语气说，我刚跟你讲，你现在把门给我开开。我说你等一下行不行？不行，你现在把门给我开开。然后他就一直疯狂的敲门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惊恐加懵逼，我穿上脱了一半的裤子给他开了门，然后他进来就开始在那个放卷纸的那个盒子里开始找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呢？他直接对我怒吼，你把我手机藏哪去了？我说我没有看见你的手机啊，我刚进来。然后他直接开始掏我的上衣的兜，还有裤子的兜。我说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把手机藏在哪了？我说我藏你手机干嘛呀？我有手机啊，我那个是新买的 iPhone 6，你用的是3星。就当时我大脑是一片空白的状态。你们弹幕可以给我打一下，你们会回什么？我当时反应了一会儿，我就说咱们去调监控吧，因为我进来之前说不定有别人进来拿走了你的手机，然后我们就去找老师，然后再找保安去调学校的监控。最后反正监控是调出来了，就是在我进厕所隔间之前，有一个外国女生进去过，然后我一下就松了一口气，我想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是谁拿的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外国女生，可以跟人家沟通一下。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更加笃定是我拿的了。她说了一句：“人家外国人怎么会偷手机呢？”我直接就懵了。美国大学呢，他是每门课一个教授来上课啊，没有一个什么班主任呀，或者说辅导员呀来总管这一个班，不知道去找谁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那个中国学生群里头已经开始在说这件事儿。然后我说那报警吧，我没什么好怕的。他来了一句，我还是把你当朋友的，报警你被遣返了怎么办？我没拿你手机啊，我怎么会被遣返呢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英文也不好，然后怕我跟警察瞎说，所以就坚持不报警。当然我真的是一个很弱逼的人，我也没有自己去报警。到了那天晚上，他让我跟他一起去厕所再找一找手机，然后我去了之后呢，就在那个厕所隔间的门的前头，他用一种就是友好和关切的语气跟我说，你能不能把你包里所有的东西倒出来，把你的内衣和内裤都脱掉，还有你的鞋子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手机藏在里面。你们知道我有多弱逼吗？我都照做了，我都脱光了，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手机。从学校到家，我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，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那种。
然后这个事件呢，好像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它让其他人就把我认定为一个小偷了。虽然没有人明着在提起这件事儿了，但是非常能明显的感觉到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。然后我一直处在一个抑郁、隐隐的难过还有委屈的一个情绪里头，走不出来。就一个人上学，一个人上课，一个人吃饭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，这种感觉太爽了，我开始享受这种感觉了，就无论干什么事情，效率高了好几倍，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时间。只要你不用再去顾及某个人的感受，我只需要 care 我自己开不开心，我舒不舒服。这个时候我跳出了合群思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乌合之众》这本书啊？里面有一句话：人一到群体中，智商就严重降低。为了获得认同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，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。当你开始学会独处，享受孤独，放弃迎合某个人或者迎合某个群体的时候，你独立思考的能力、辩证思维的能力会高好几个档，你做事的效率也会提高好几倍。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，有了更多的时间独处，你会开始意识到资本的重要性。我就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了这件事儿，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点：初级资本的积累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我需要的初级资本是什么？就是我为了要达成某一个目标，我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资本是什么？当时我大一，那我的目标就是签一个好一点的电影经纪公司，然后进这个好莱坞电影工会。我想演 action film， 我想演大戏，我就想演好莱坞大片大制作。然后我就开始琢磨了啊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，最基础的那个资本是什么？口语得流利，不能有口音；身材要好，对吧？我得健美啊，我得有肌肉。打戏不能全用替身啊，我还得去学打戏的技巧，对吧？那我还得去练练搏击啊、格斗啊什么的。这个时候，当时就差对着镜子烧高香了。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放在积累我的初级资本上呀，把与之无关的人和事儿全都抛开了。然后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健身的。除了上课，我就是去健身房；课间的时候戴耳机听英语、听脱口秀，然后周末去学搏击、学格斗、吊威亚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提升演技。然后我就开始去洛杉矶当地的中文剧团、英文剧团都去面试，被选上了之后呢，然后第一年主演了一部2个小时的话剧，还主演了一部在洛杉矶拍的网大，还有大概20多部学生电影。因为那会儿在洛杉矶的电影圈嘛，就是会参加各种电影节，还有晚会，好莱坞电影节晚会啊，什么洛杉矶电影节呀、洛杉矶电影人交流会呀、北美电影人交流会啊，什么电影节，各种各样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些晚会啊、电影节啊，我基本上每个都会去。社交，我们一般是抱着什么心态去呢？认识更好、更有效、更高级的资源去的。我还为此沾沾自喜，好莱坞6大 major studio 的制片人的联系方式我都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记得是在一个什么慈善晚宴上。有一个制片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认识这些资源特别好，但是你觉得他们凭什么帮你呢？是你长得漂亮，比你漂亮的多了去了，因为你身材好，身材好的人大有人在，也没看到你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啊。现在因为你能带资进组，你能拉来投资人，人家为什么会选择你呢？或者人家为什么会给你提供这个资源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社交的本质是交换，你得有资本跟人家置换。如果你屁都不是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换？人家凭什么帮你？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：当你有了资本，别人会想方设法跟你保持联系。然后我就开始拒绝一切社交活动，除非是比较有名的电影节，我会去跟一些制片人、导演去 Q&A 问答，其他社交活动一概不去。我用这些时间来积累我的高级资本，也就是我下面要讲的高级资本积累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高级资本是什么？有像样的作品，有电影节奖项，去认识起点端和终点端的人，也就是投资人和购片方、发行方。然后我就开始攒钱去参加这个，就各个国家进行电影买卖的电影市场。就比如说我有一部片子，我可以拿到电影市场，有各个国家的，比如说西班牙的或者葡萄牙的、冰岛的、墨西哥的、泰国的，他们想到他们国家去发行，会把我的片子版权买走。我去认识这样的人，然后就是我自己的毕业作品，认认真真打磨了3个月，最后拿了大概10多个国际奖项。然后还入围了戛纳的展映单元。OK, now think， 你需要积累的高级资本是什么？好，第6点，1，设立一个偏执目标，就是你要义无反顾，就是跪着也要达到的一个目标。你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时间都会以这个目标为中心来进行调整和分配，对你身边所有的新的、旧的人或者事物进行扫描、分析、判断，得出结论。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儿，它会不会对你的这个偏执目标造成任何的好的或者坏的影响？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？如果没有任何影响，那就去你；如果有重大影响，那你跪一下叫爸爸。非常有用这个方法。比如我的唯一一个偏执目标，是我在21岁左右定下的，就是赚够1个亿。非常单纯朴实的小目标，一切与我实现这个目标无关的人或者事情啊，无论是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，无论这件事儿成或者不成，它如果让我兜里多不了1分钱的话，我就……你的偏执目标是什么？打在弹幕上或者留在评论里都可以。
之前在看一位心理学教授的演讲上看到的，绝大多数人分不清 want 和 need 的区别。日常生活中，你但凡是要去见你认为能给你的生活增值或者地位级别比你高的人，你有求于他的人，又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人，你都会特别精心的打扮一番。你不想有瑕疵，你不想出错，你害怕不符合这个人的审美，不符合这个人的口味，你会对他的一言一行，哪怕一个眼神反复思考，敏感至极，所以才会有各种程度的讨好行为的产生。但是你真的需要这个人吗？大家仔细看看这两个词 want and need。 我们的大脑通常会让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某个人， I need this person, I can't lose him or her。 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在喜欢的人面前会变得卑微，或者为了融入某个受欢迎的群体，迎合某个我们认为受欢迎或者有地位的人，哪怕我们不喜欢，哪怕我们厌恶，我们也要去做。乌合之众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，认为我们的感情源于我们的内心。现在可以想想你身边的人，你对他好，你接近他，你是因为喜欢他吗？还是因为你认为你需要去喜欢他，你需要去对他好？当你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，你的圈子自然就会不断的升级，你真正需要的人就会越来越少，直到最后你会发现，除了父母以外，没有哪个人是你一定需要的。当你越来越享受独处，直到最后你发现独处才是最高级的自由的时候，你会意识到谁都是可有可无的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最好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。你要的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，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，而且只有你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，才是真正的安全感，才会真正的让你觉得安全。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背叛自己，自己不会欺骗自己，你拥有了足够的初级资本，足够的高级资本。这个时候就是你拥有核心自信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完全撕掉你的面具的时候。Want and need 这两个词的界限在你的脑子里会非常的明确。对于身边所有人，你会把它分类到 want 而不是 need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You want a diamond, but you need air, you need water, you need food。 所以从现在开始训练你的大脑，让它弄清这两个词的定义，划清这两个词的界限。当你受委屈、受欺负、融入不了某个群体，想迎合某个人，想讨好某个人，被某个人的情绪所左右，被某个人操控的时候， Think, do you really need this person? I really like you, I really want you in my life, but I don't need you, I'm cool without you。 我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你会轻松特别多。就像我一样啊，化不化妆我都是这样，所见皆是我。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点，也是我多年来坚信的一点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众生所有的善行恶行都遵循因果循环，因为这个世界能量是守恒的，只要你善良，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。Ain't got no rules, don't fuck with me. Do what I do so high, you can see when I'm out in the streets. They be playing hide and seek, see they won't fuck with me, cause they know I'm a freak. Ain't got no rules, don't fuck with me. Do what I do so high, you can see when I'm out in the streets. They be playing hide and seek, see they